美中关税战高潮迭起，双方当下陷入焦灼状态，互不相让。发展至今，竟演变成一场电话罗生门。它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习近平真的失权了吗？今天我们来一起抽丝剥茧，搞清楚到底是谁给美国总统川普打了电话。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的要闻透视，我是王真。美中关税大战重创中国经济，尽管中共表面上摆出一副奉陪到底的强硬姿态，然而背后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4月24号，美国总统川普对媒体说，美中已经针对关税问题展开谈判，而且今天上午开了会议，我们一直在与中方会面。同一天，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又表示，美中每天都有交流，并且还特别提到习近平打过电话，我不觉得这是软弱的表现。川普还强调，要不是对方先打电话过来，他根本不会主动联系。言下之意是中共先低头了。就在大家以为美中关税战可能迎来转机的时候，没想到中共外交部和商务部当天就跳了出来，对川普的说法矢口否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据我了解，美中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这些都是假消息。次日，中共驻美大使馆也跟进，在官网上以问答的形式否认了川普的说法，并再次发出战狼的吼叫。这场关税战是美方单方面挑起的，谁打的结，谁就应该来解开。不过，川普又进行了回击。25号，他在离开白宫前往意大利罗马出席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丧礼时，面对媒体的追问，川普虽然表示不予置评，但再次强调，我跟习近平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下子，美中关税战变成了一场经典的电话罗生门。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打了这通神秘电话？又是谁在和川普团队暗中接触？就在大家摸不着头绪的时候，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爆料了。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美东时间周四上午7点左右，他们拍到了一个大场面：一名中共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带着大约10人的随行团，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白宫旁边的美国财政部总部大楼。这些人身上都挂着参加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证件，并且这些证件上的姓名、照片和国籍都写着中国。这证明他们不是偶然路过，而是确确实实有身份、有任务的。而且更绝的是，当记者拍照时，遭到了中方官员的强烈阻止。他们还要求记者删除所有用手机拍摄的官员照片，并拒绝出示身份证明。硬生生地将一个谈判的场景变成了谍战片的画面。那么中共为什么这么害怕曝光呢？中央日报报道引述外交人士的观点说，中方亲自访问美国财政部这一事实对北京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这场关税战已经成了面子之战，两国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很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双赢局面。旅美时评人兰树也认为，中共在撒谎。他告诉希望之声，中美初步的接触已经开始了，它不存在着一个不谈的问题。当年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当年的冷战时期的苏共前苏联，现在川普手中的贸易战就是川普的星球大战计划，最后他一定能够拖垮中共。所以中共要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去应对川普的贸易战。那到底打电话的是谁？台湾自媒体人童文勋给出了一个精彩的推测。他认为川普说的是真的，中共外交部也没说谎。原因是确实有人在跟川普政府谈判，但这些人和习近平没有关系，甚至立场和习近平也是对立的。童文勋表示，中国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裂，有明白人害怕与美国脱钩后的困境，大家都想活，所以背着习近平主动找上了川普。这意味着中共内斗已经到了背叛老大的地步。那这些明白人到底是谁？有没有蛛丝马迹呢？
近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突然成了焦点人物。她突然在脸书上接连转发了2篇猛料文章，矛头直指习近平。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是黑手党老大，另一篇的配图更是绝了。习近平戴着口罩，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照片是从上往下拍的，半明半暗，给人一种幽静孤立的感觉。场面冷清的，就像是古代被废的嫔妃独自居住在冷宫里一样。而且这些文章都是新加坡唯一的政府智库的成员撰写的，不同于一般网红的文章。经过何晶的转发加持后，事件迅速发酵。不过令人更纳闷的是，这些照片显然不是摆拍，也不是中共媒体的报道。那么是谁拍摄了这样的照片，又让他透过新加坡智库这个跳板放给了外界呢？更惊人的是，何晶转发了以后没有删文，没有道歉。而中共的操作更诡异，居然在事情发酵1周后也没有出面严正抗议。这就说明了2点：第一，这不是偶然，是精心安排的政治行动；第二，何晶手上掌握着中共高层的信息通道，而且他不怕被报复。种种迹象显示，中南海已经出大事了。就在3月31号，中共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出现了震撼性的高层人事异动。中组部部长李干杰与统战部部长石泰峰突然对调职务，这可是中共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动作。中组部掌管的是全党官员的乌纱帽，历来是党内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之一。而今年才61岁的李干杰更是习近平的清华学弟亲信，原本是习家军中最重要的人事大总管，未来还可能直升常委，结果被一脚踢去统战部。这对习近平来说，直接削弱了习选拔任用高官的权利。还有进一步的动作。4月22号，中共最高检又宣布，原中纪委驻中组部纪检组长李刚被逮捕。李刚可是中组部的监军，是习监督中组部官员的政治打手，结果上任才9个月就栽了。这一连串的操作等于是把习的人事权砍掉了，而军方也乱成一团。从2024年习近平传出中风后，他的军中大秘钟少军被调离，军纪委副书记、3大战区司令、卫戍区司令、武警司令全都换人或被抓。更要命的是，习在军中的左膀右臂，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官宣被调查，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多方消息指他也已经被抓。这意味着习的军权很可能也被架空了。如今看来，整个中共高层就是一场失控的大地震。据彭博社4月22号报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儿子胡继光、女儿胡芝志双双在华尔街金融界高位上任。胡继光成为摩根士丹利中国区副主席，胡芝志成为瑞信中国区总裁。这个人事变动显然不是偶然的。据旅美时评人蔡胜坤日前爆料，中共的权力已经从习近平手中转移到3位1942年出生的政治老人手中，其中之一便是胡德平，而军权则落到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手里。所以说，从美中关税战的电话罗生门，到何晶的连环爆料，再到中国内部的巨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的时代真的走到尽头了。下一步局势会怎么发展？美中谈判背后还藏着多少暗潮汹涌？新一轮的国际格局是否正在成型？我们会持续为你追踪。欢迎订阅希望世界，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这时代的每一个精彩了。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